当我们还在用非男即女的二元思维定义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早在410年前的欧洲，有一位被大英帝国的百姓们称之为全欧洲最帅的男人，已经先后说服了2位全欧洲最有权势的男人。有一个原本地主家的小儿子，全家鸡犬升天般的进入权贵阶层，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母亲也因此实质性的握持英格兰的朝政数十载。当然，这位全欧洲最帅的男人之所以能够如此神速且霸道地占据2个全欧洲最有权势男人的心，与他的母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确实，正是他的母亲一步步运筹帷幄、机关算尽地为他铺平了进入王宫的道路。说她才是王宫的王后，那也只能说一点都不为过。朋友们，估计你也听出来了，今天大象要讲的这个故事，正是在NOW平台正在热播的传奇大剧《玛丽与乔治》的核心人物，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原型人物——乔治·维利尔斯和玛丽·维利尔斯。直接点说，当乔治第一次出现在詹姆斯一世面前的时候，全世界的男人女人们都失去了颜色，詹姆斯的眼里就只剩下了乔治。著名剧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在《3个火枪手》出版后，曾这样形容乔治：这个全欧洲最帅的男人，在詹姆斯以往宠幸过的男宠面前，让一切争宠都失去了意义。詹姆斯甚至为了乔治，在国会公开发表了“我对乔治的爱超过了在座的各位所有人总和”的言论。最让世人惊讶和震撼的是，当詹姆斯一世离世后，他原本最没希望继承王位的小儿子查理一世居然顺利继位。最让当时英国王族感到气愤的是，乔治·威利尔斯依然恩宠不减，甚至更胜从前。继承王位后的查理一世依然对乔治像他的父亲那般千依百顺，无所不从。用现在的话说，那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朋友们，是不是很想知道亲爱的乔治是如何做到的？他的母亲到底给他施了什么样的魔法，让他变得如此具有吸引力？朋友们，或许你还在认为电视剧里已经表现得非常露骨和色欲了，但事实是400年前现实里的乔治和玛丽远比我们现在认知的还要恶毒和糜烂。要不然大英帝国的子民们直到现在依然认为英国的内战就是由于乔治的蓝色勾引引发的政治战乱。乔治与玛丽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鼓励大香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电视剧《玛丽和乔治》里，乔治·威利尔斯的扮演者是近年来由于基片片约不断而广受好评的尼古拉斯·加利奇纳出演。虽然尼古拉斯被推到全欧洲最帅气的男人的位子上有些勉强，但总还算是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然而400年前现实生活中的乔治·威利尔斯我们无缘再见，但从先人留下的宫廷画像来看，怎么也不能夸张到说是全欧洲最帅的男人。当然，又或者那样的男子比较符合当时人们对最帅男人的定义。乔利·威利尔斯出生于17世纪的1592年8月28日，他拥有一个与他父亲一模一样的名字，只是老乔治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的小儿子会用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名字，和2位当时全欧洲最有权势的男人爱恨情仇几十年，甚至在未来的几百年里名噪全世界。之所以说乔治是地主家的小儿子，那是因为乔治出生时，他的母亲玛丽·威利尔斯已经为这个乡绅家庭生育了一个男孩，只是这个男孩是个天生的智力存有缺陷的男孩，而乔治作为家里的次子，在当时的英格兰是不具备继承家族遗产权利的。但很幸运的是，上帝把这个男孩雕琢得非常漂亮，甚至英俊到了极点。至于有多英俊，在著名剧作家大仲马的《3个火枪手》里，我们可以略窥一二。据说正是由于大仲马对乔治的狂热喜爱，他硬生生地在自己的小说里创造了一个以白金汉公爵乔治为原型的人物角色，并在小说里号称全欧洲最帅气的男人。当然，乔治的母亲玛丽明显也是深知自己有一个外貌与气质超凡脱俗的小儿子，特别是玛丽亲眼看过国王詹姆斯一世身边的男宠萨默塞特爵士罗伯特·卡尔时，他知道他的小儿子乔治的机会来了。对比罗伯特，乔治那简直是天才般无敌的存在。于是玛丽早早的就把乔治送往浪漫主义盛行的法国，接受舞蹈、马术、剑术等王权贵族们喜爱的体育及娱乐项目的训练。
这也为乔治后来在王宫一路高升的政治生涯铺设高阶。这部分的情节在电视剧《玛丽和乔治》里面得到完整的展现，其中乔治与管教小哥哥3人滚床单的名场面也由此产生。至此，乔治完成了一个生瓜蛋少年向性张力青年的完美转变，而乔治至于国王的爆炸吸引依然蓄势待发。现在我们有必要让故事的另一个男主角隆重出场，他就是对我们的乔治一见倾心的詹姆斯一世。众所周知，詹姆斯一世是从伊丽莎白一世的手中接过来的王权，而伊丽莎白一世是当时欧洲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在他当政期间，英国经济不仅繁荣昌盛，而且文学发展盛况空前。军事上，他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毫不夸张地说，伊丽莎白开创了当时英国的黄金时代。但就悲催的是，伊丽莎白在位期间没能留下任何一个直系继承人，无奈之下不得不把自己的王权交给自己表妹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当时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6世。换句话说，詹姆斯其实是伊丽莎白的表侄子，但命运就是如此的神奇。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一世去世，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6世顺利的成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改成詹姆斯一世。詹姆斯的统治并不顺利，由于他对外的策略以守为攻，过于软弱，英国民众大为不满。特别是詹姆斯一世不爱红颜更爱男宠的特殊喜好，更让他的臣民们公开讥讽他。我们的大英帝国现在是由詹姆斯女王统治了。关于詹姆斯一世的性向一直是公开的秘密，詹姆斯对此从未刻意隐瞒。除了有当时英国贵族社会对男宠文化的推崇之外，詹姆斯本人确实是位更爱男性的男人。在他与王后安妮生了7个孩子之后，詹姆斯终于松了一口气，似乎他与安妮达成了某种默契，国王也就与王后开启了各玩各的生活模式，这也还算是自得其乐。根据相关历史的文献，詹姆斯年轻的时候身边就从未缺过男宠，比如年少时与之交好的伦诺克斯伯爵，以及登上英格兰王位后的宠臣萨姆塞特爵士罗伯特·卡尔。这个格局一直维系到1614年，詹姆斯一世与乔治·威利尔斯的第一次见面。这一次的会面也标志着乔治·威利尔斯政治生涯的开始，以及詹姆斯一世及其儿子查理一世对乔治在未来长达数十载专宠时代的开启。乔治的母亲玛丽深知权贵阶层间的游戏规则，乔治的出场必须有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引荐并加以吹捧。于是他与阿伯特主教一拍即合，乔治与詹姆斯一世的相遇也成为诸多影视化作品的经典场景。1614年，乔治第一次进入宫廷，在阿伯特的运作下，他很快吸引了詹姆斯一世的注意力。乔治·威利尔斯的英俊外貌、优雅的风度，以及在法国学习的音乐、舞蹈和骑马决斗等技能，使他迅速成为国王的新宠。詹姆斯一世对乔治的宠幸程度非常深，甚至超过了对自己子女的关心。那一年，乔治才22岁，詹姆斯一世已经47岁了。两人相遇仅仅几个月后，乔治被钦点为王室的指挥人，负责伺候国王的起居。1616年，也是两人相识2年后，乔治被封为维利尔斯子爵，4年受封为白金汉伯爵。1619年，国王为了让自己的爱宠在政治上更具资本优势，毫无任何军事经验的乔治成为英国海军司令。1623年，乔治被加封为白金汉公爵。根据史料记载，乔治是历史上第一位受此爵位的人。同时，也正是在这次意义非凡的加封之后，乔治给詹姆斯一世写过一封信，信中他几近马屁之能似的说道：“陛下，我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写下这封书信，恐怕自己已经走上了绝路。我心知一切为时尚早，但又唯恐为陛下造成困扰。我爱慕你胜过自己，写此书信亦是求得自我心安。尽管自相矛盾，我仍然想表明，我将誓死忠于对您的渴望，您忠实的奴隶。朋友们，这次你真的没有看错，乔治在这个肉麻到叫人抽筋的情书里，自称是国王的奴隶和爱犬，而这个史蒂尼略带女性意味的名字是詹姆斯一世对乔治的爱称。而詹姆斯一世面对乔治如此浓烈的爱情炮弹，倒也没有含糊。他曾在国会及书面公开宣称：“你们可以确定，我对白金汉公爵的爱，比我对你们所有人的爱加起来还要多。这不是个人美德的缺陷，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有约翰，我有乔治。”很明显，詹姆斯一世对乔治深沉的爱，让他依然忘却自己还是个国王。第
电视剧对此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还原，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是在乔治入宫后迅速被冷落的另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宠臣。前面我们有提到过的萨姆塞特爵士罗伯特·卡尔。剧中的情节被演绎成，卡尔在见到乔治后，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乔治。之所以用尽所能地阻止乔治与国王的见面，是因为害怕国王看上乔治，进而断了自己与乔治相爱的可能性。这就很鬼扯，但剧中两大帅哥男宠滚床单的戏码，还是成功吸引了剧迷们的眼球。历史上的乔治是位情商极高的情场高手，在受尽詹姆斯恩宠的同时，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他的母亲玛丽经常告诉他：“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即使现在的国王对你恩宠不断，但伴君如伴虎，必须要把周围的关系打点妥当。朋友们，剧情是不是很熟悉？也怪不得这么多网友说，玛丽和乔治简直就是英国版的《甄嬛传》。前述有提，詹姆斯一世与王后安妮生了7个孩子之后，安妮就与詹姆斯过起了各过各的开放性的夫妻关系。但安妮对乔治的态度，无疑成为乔治在政治道路上快速升迁的重要力量。安妮对待萨姆塞特伯爵罗伯特·卡尔和白金汉公爵乔治·威廉尔斯的观感完全不同。安妮曾公开表示，她憎恶卡尔，但很支持乔治。她甚至同意在自己的卧房里封称乔治为威廉尔斯爵士，可以自由出入自己的寝宫。用现在的话说，他们的关系私密的已经超出了闺蜜之间的感情。甚至有人猜测，乔治用征服詹姆斯一世的方法，同样征服了安妮王后。而安妮觉得，既然无法阻止国王豢养家宠，那倒不如支持乔治，最起码他也是开心的。至于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这位未来即将继承王位的王子，与乔治也始终保持着非常亲密的互动关系。7个子女当中，乔治当时是被认为最没有希望继承王位的王子，但当时的乔治却非常友好且有耐心的与这位被所有人忽视的小透明王子保持着友好的亲密互动。按照其母玛丽的说法，能够握在手里的权势才是属于自己的权利。很明显，查理的上位，这对母子功不可没。1612年，查理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这就意味着查理已经正式被确认为继承王位的人选，因为威尔士亲王正是作为王储的标志。查理对于与乔治是可以同床共枕的好友这件事情，从未刻意隐瞒，甚至有些骄傲。即使是在挑选太子妃这样的人生大事上，他也是积极与乔治商量。在玛丽与乔治的共同推动下，乔治陪同查理先后到西班牙与法国进行联姻谈判。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乔治对当时英国的对外关系以及军事政策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查理一世与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利亚完婚之后，查理与乔治还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这一状况让玛利亚无法容忍。很快的，大英帝国的民众间关于乔治一奴先后伺候2个君主的流言开始在全国广泛传播。很难说这是谁的手笔，但玛利亚对此确实是喜闻乐见的。众所周知，查理一世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国家议会公开判死的君主。定罪的诸多理由当中，有一条是滥用权力，而这条罪名反映到他与乔治的关系上，确实也加速了悲剧事件的发生。1925年，詹姆斯一世在一团疑云中猝然离世，查理一世顺利继位。次年，也就是1926年，乔治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校长。此举令很多人认为，查理想让自己的心腹宠臣在未来的政治事务中担任更重要的政治角色，提前为乔治量身贴金。当时的剑桥大学作为英国的最高学府机构，不单单是学术成就权威的代言机构，更是基于政治关系与君主意愿的政治机关。很明显，上帝并没有给乔治开放特权，在宫廷私密关系中如鱼得水的乔治，在军事活动上毫无任何经验的乔治一败涂地。1925年，乔治试图收复巴拉丁地区，但由于指挥不善和补给线的问题，英军很快被饥饿和疾病拖垮。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1626年，乔治又组织了一次远征加的斯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劫夺西班牙运送财宝的船只。这次行动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却一无所获，被认为是一次昂贵且失败的军事行动。
接二连三行动失败，不仅让乔治颜面尽失，群情激愤的英国民众也让查理一世不得不尽快想为自己的心腹重臣挽回一些声誉。1628年8月23日一大早，乔治正在为登上法国拉罗谢尔的舰队执行查理一世下达的军事任务做好准备工作。就在他刚刚走出自己在英格兰普茨茅斯住所大门的时候，一名叫做约翰·菲尔顿的英国皇家海军上尉突然出现在乔治的面前，并迅速用一把短剑刺入乔治的胸膛。刺杀发生后，菲尔顿并没有试图逃跑，而是留在现场，并高喊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菲尔顿一再强调，他的行动是出于对乔治个人的怨恨以及和对国家荣誉的拥抱。菲尔顿随即被捕，并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审判中，菲尔顿坦诚，他对乔治的不满源于乔治之前在西班牙远征中的表现，以失败告终的远征军导致了大量的士兵的死亡和受伤，而费尔顿本人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军饷。而乔治·维利尔斯因伤势过重，不久便去世于病床之上，年仅36岁。年少时的乔治犹如提线木偶，在母亲的指挥下，傀儡般的用男色吸引着詹姆斯一世的注意力，其母才是朝政背后真正的把持者。母子俩极尽所能地安排查理一世继位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治则成为真正王权的拥有者。查理一世的很多决断都由乔治完成。影视剧化的时候，乔治有这么一段对白：西班牙的王室问他，你们的国王为何给了你如此大的权力？乔治傲慢地回答说 ：“No， 没有人给我任何特权，因为我就是王权，我就是国王。”甚至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乔治男色专权，才引发了英国的政治内战。这一观点虽然有些极端，但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乔治·维利尔斯的确在查理一世时期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他的政治和行为也加剧了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在筹集军事远征资金的过程与议会的冲突，以及他在政治上的庇护制度，都对政治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英国内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王与议会之间关于权力和宪法的长期斗争，以及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冲突。这些矛盾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逐渐被激化。所以说，乔治对英国内战的爆发确实有所助力，但绝非是唯一的原因。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频道，平安。